了自贡，不吃兔兔怎么能行？据说四川人一年要吃掉3亿只兔子，这其中的功劳，自贡人至少占了一半。冷吃兔、蘸水兔、干锅兔、兔头兔拐，兔兔在这里被玩出了各种花样。但要说传播度最高的吃法，那还得是鲜锅兔。一说到鲜锅兔，自贡的浩婆肯定不能错过。这老板娘一看就不简单，有人叫她演歌。来姑娘来吃点，15、20的，好，说你。有人叫她六娘。六娘性格豪爽，六娘是个江湖儿女。来快点，速度。还有人叫她浩婆，其实她本名叫……我叫廖雪梅。名号众多的雪梅，还是要叫六娘吧，是贡井区出了名的大姐大。行走江湖没有一技傍身，那必然是不行的。咱六娘的功夫全在兔子上。看着都想流口水。这是最正宗的一家。反正一吃兔儿嘛，我都是会首选泡婆兔儿。给酒不吃就是香。你慢慢吃，慢慢吃哈。今年才53岁的六娘，做鲜锅兔却已经有21年。老店生意长盛不衰，除了靠街坊邻里的捧场，最重要的还是味道。点杀是在自贡吃兔的规矩。兔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却极低。健康的兔肉自然很受欢迎，但做起来没那么简单。兔肉的本味个性平庸，放什么料就是什么味儿，所以吃的是大厨的手艺和调料配比的质量。糖、盐、淀粉、蛋清儿、鸡精、味精，反复揉搓，赋予兔肉滑嫩的属性。六娘的鲜锅兔在自贡独成一派。开店几10年，他修炼出了一套独门炒法。油温就要插入7分，如果说油温高啊，那就进了皮呀，那就不嫩；如果油温低呀，你就要不到那个腥味。蒜瓣浮出油面，一场神奇的味觉制造艺术即将开演。加入六娘秘制的底料干辣椒，香味一出，快速下兔肉。高温在瞬间锁住了兔肉弹牙的口感，反复翻炒，帮助兔肉吸收更多的底味。莴笋的加入意味着演出进入尾声，只需断生，快速起锅，撒上青花椒面，添上一抹浓郁的麻味儿，一锅麻辣鲜香的鲜锅兔就此完成。开进门那个位置，我在这里抓10年，现在都20几年前的事喽。31年前，六娘在小镇上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。来，咪咪，咪咪，哎呦！店里店外的苦辣酸甜，她独自承担。
几乎啥子事都是我，菜市场买菜，鲨鱼打团儿，好弄啊，然后厨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整。10年后，靠着鲜锅兔，他将小店带到了城区的老街，店面也从1个扩大到了3个。别人家的卖那种酸锅兔啊，那就是直姜、青椒、小米辣来炒制的。我的自贡的都不一样，因为底料、油这种都是我自己炒的。颠覆了传统鲜锅兔的做法，六娘反而出奇制胜。就觉得这个挺香，嫩，很嫩很嫩，辣而不燥，辣而不焦，脆嫩，然后鲜香。从我记忆开始到现在，基本上没得啥子变化，就是越来越好吃。巴适。让食客着迷的老味儿，20年不变的根源，就在于这锅秘制香油。高温菜籽油，加入小葱、香菜、洋葱，炸出香味儿。再下茴香、豆蔻、香叶等香料，继续翻炒。最后出场的是糍粑辣椒，炒干水分，滤去油渣，融合了蔬菜的清香、调料的辛香、辣椒的焦香。这锅油层次丰富，余味厚重，让六娘的鲜锅兔无可复制。单锅儿。凭借着这锅兔，六娘开辟了新地盘。3公里外的分店是她的新战场。谁说你妈你停嘛！在这里，六娘推出了更多硬过来，菜，花椒。兔肉做成块，与青红尖椒同炒。自贡最经典的小尖兔，下酒一绝。卤好的兔头先炸后炒，每一个兔头都被浓厚的酱料包裹，没有谁能抵御这般诱惑。不要烫着。盘龙黄鳝，来自六娘的隐藏菜单，自贡名菜，略显恐怖。一个星期我都来2次。可能你隔个把月不吃，你就突然一下会很想来吃的。每次来他都晓得我是小张，因为他是从我这么小点儿来看到我长大的。就是这个味儿是找不到替代品的。就像你这辈子可能爱人一辈子爱一个，你也说你再去找个替代品找不到的。店里的新老味道正陪着新一代人长大，风风火火几十年。如今上了年纪的六娘，多了份云淡风轻，但依然本色不改。